位好，歡迎來到美股坐標系。在之前1月13號的那期節目裡，我說2026年開年的美股風向變了，不再是科技股的一枝獨秀了。但沒想到這麼快就應驗了。縱觀這周，美股科技股板塊可謂是哀鴻遍野。市場在恐慌什麼？科技股真的見頂了嗎？為什麼在各家財報都超出預期的情況下，股價卻瘋狂殺跌？這是黃金坑嗎？這期節目我將舉3個公司的例子，依舊從最核心的基本面邏輯，帶大家重新思考下科技股真正的核心價值。讓我們從恐慌的市場中保持一絲理性思考。2026年開年到現在僅僅5周，納斯達克指數已經下跌了 3%。同一時間，國防軍工 ETF 漲了將近 9%， 這意味着一個跑贏另一個12個百分點。但更瘋狂的是這組數字，谷歌今年準備砸1850億美元，亞馬遜2000億美元，就連甲骨文這家老牌軟件公司都要融資500億美元，全部投向雲服務和數據中心。這些錢加起來超過了整個瑞士的年度 GDP。但市場的反應呢？谷歌財報後，股價跌 5%， 亞馬遜直接暴跌 14%。投資者用腳投票，你們瘋了嗎？燒這麼多錢到底要幹什麼？我們先看看這周發生了什麼。2月4日，谷歌公布了2025年第4季度財報，營收1138億美元，超預期，每股收益 2.82 美元，也超預期。谷歌雲營收177億美元，同比暴漲 48%。YouTube 全年營收首次突破600億美元。這份財報從任何角度看都非常漂亮，但市場的反應是什麼？股價盤後一度跌 5%。一天後，2月5日，亞馬遜公布財報，營收2134億美元，超預期。AWS 雲服務營收356億美元，增速達到 24%， 這是13個季度以來的最快增長。廣告業務213億美元，也超預期。結果呢？股價盤後暴跌 10%， 加上盤中跌幅，總跌幅達到 14%。兩家科技巨頭業績都超預期，股價卻雙雙暴跌。這場集體恐慌的核心原因只有一個，投資者看到了這些公司公布的資本支出計劃。谷歌說，2026年的資本支出預計在1750億到1850億美元之間。要知道，2025年這個數字才914億美元，翻倍。亞馬遜更誇張，公司預計2026年資本支出達到2000億美元，分析師之前的預期是1450億美元，亞馬遜直接多砸了550億美元，而且亞馬遜還給出了一個讓市場心碎的指引，第一季度運營利潤預計在165億到215億美元之間，遠低於分析師預期的222億美元。這就是市場恐慌的核心。你們賺的錢不夠分紅，不夠回購，全都要投進去，而且投進去之後，短期內看不到回報。這場恐慌有多嚴重？整個科技板塊年初至今已經跌了 3%， 與此同時，國防軍工板塊卻漲了將近 9%。這種反差在過去10年裡極其罕見。在科技股哀鴻遍野的時候，國防軍工股正在開派對。iShares 美國航空航天與國防 ETF。這是追蹤國防軍工板塊最主流的指數基金。截至1月20日，這支 ETF 年初至今漲幅近 10%。具體到個股 ，Kratos Defense 今年漲幅 20%。這背後的邏輯非常直接，錢，巨額的政府訂單。特朗普1月7日提出要在現有基礎上額外增加5000億美元的年度國防支出。美國政府提出的2027年軍事預算是 1.5 萬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13.4%。而且特朗普還做了一個更激進的動作。1月7日，他簽署行政令，禁止國防承包商進行分紅和股票回購，所有賺的錢必須再投資回去，用於擴大產能、研發新武器。市場的解讀很簡單，未來幾年這些國防公司的營收會持續暴漲，而且這些錢不會分給股東，會全部投入擴張。這意味着長期增長確定性極高。所以你看到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。國防軍工股因為政府強制再投資而暴漲，科技股卻因為自願再投資而暴跌。同樣是把利潤投回去，為什麼一個漲一個跌？核心差別在於確定性。國防訂單有政府背書，合同一簽就是幾年甚至10幾年，營收增長幾乎是鎖定的。而科技公司的雲投資，市場不知道需求會不會持續，不知道競爭會不會加劇，不知道回報什麼時候能兌現。
但這種確定性真的值得12個百分點的溢價嗎？我認為市場在這件事上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。我們一個一個來拆解，先看谷歌。谷歌2026年要花最高1850億美元，這筆錢主要投向數據中心建設和 GPU 採購。聽起來很瘋狂，但你要理解谷歌現在面臨的競爭格局。雲服務市場目前是三足鼎立 ，AWS 占33%，微軟 Azure 占24%，谷歌雲占11%。谷歌是老三，但增速最快。去年第4季度，谷歌雲營收同比增長48%，而 AWS 只有24%。為什麼谷歌雲能跑這麼快？核心原因是企業客戶開始意識到，未來的雲服務不僅僅是存儲和計算，而是 AI 能力的競爭。誰的 AI 模型更強，誰的推理速度更快，誰的成本更低，客戶就會選誰。谷歌有 Gemini， 這是目前市場上能和 OpenAI 的 GPT-4 競爭的少數幾個模型之一。而且，谷歌財報顯示 ，Gemini 的月活用戶已經達到 7.5 億，上個季度還是 6.5 億，增長非常快。但 AI 模型的競爭本質上是算力的競爭。誰的數據中心多，誰的 GPU 多，誰就能訓練更大的模型，服務更多的客戶。所以，谷歌現在的策略很清晰，趁着現在雲業務增速最快，趁着 Gemini 用戶增長迅猛，一口氣把基礎設施鋪到位，拉大和競爭對手的差距。這個邏輯和亞馬遜當年做電商的邏輯一模一樣。亞馬遜在2000年代瘋狂建倉庫，連續多年不賺錢，市場罵它燒錢無底洞。結果呢？等基礎設施建好，規模效應起來，亞馬遜成了全球最大的電商平台，而且利潤率持續提升。谷歌現在做的就是雲時代的建倉庫，而且有一個數據很關鍵，谷歌雲去年全年營收超過600億美元，運營利潤率已經達到2位數，這說明雲業務已經過了盈虧平衡點，開始賺錢了。現在加大投資不是因為燒不起，而是因為看到了規模效應的拐點。市場恐慌，谷歌砸1850億美元。但我的問題是，如果谷歌不砸這筆錢，5年後它還能保住雲市場老三的位置嗎？如果被其他對手超越，那才是真正的災難。再看亞馬遜，亞馬遜2026年要花2000億美元，這是3家公司裡最高的。而且亞馬遜的第1季度運營利潤指引低於預期，市場因此暴跌14%。但你仔細看財報，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。AWS 的營收增速達到24%，這是13個季度以來的最快增長。13個季度，這意味着過去3年多 AWS 的增速一直在放緩，現在終於反彈了。為什麼會反彈？因為企業客戶開始大規模遷移 AI 工作負載，訓練大模型需要大量 GPU， 推理需要低延遲的網絡，這些需求都在推動企業增加雲支出。AWS 現在佔據全球雲市場33%的份額，是絕對的老大。但微軟 Azure 在快速追趕，谷歌雲也在搶份額。亞馬遜如果不加大投資，這個老大的位置可能保不住。而且，亞馬遜的投資策略和谷歌有一個本質區別：亞馬遜不僅投數據中心，還在投自研芯片。亞馬遜有2款自研芯片 ，Graviton 用於通用計算 ，Trainium 用於 AI 訓練。這2款芯片的核心目的是降低對英偉達 GPU 的依賴，從而降低成本，提高利潤率。這個策略的效果已經開始顯現。亞馬遜在財報電話會上透露，使用 Graviton 芯片的客戶成本比使用英特爾芯片降低了40%，使用 Trainium 的客戶訓練成本比使用英偉達 GPU 降低了50%。這些節省下來的成本，一部分會讓利給客戶，吸引更多企業遷移到 AWS， 一部分會轉化為亞馬遜的利潤。長期來看，這是一個正循環。所以，亞馬遜砸2000億美元不是盲目燒錢，而是在建立長期競爭優勢。而且，這個優勢一旦建立，其他對手很難追趕。市場恐慌的核心是短期利潤受損，但亞馬遜在賭的是5年後 AWS 的壟斷地位。最後，我們看甲骨文，這家公司可能是3家裡最被低估的。甲骨文剛剛宣布，2026年要通過發債和發行股票籌資450億到500億美元。一家軟件公司要融資500億美元，這在科技行業歷史上都非常罕見。甲骨文要這筆錢幹什麼？建數據中心，擴張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， 簡稱 OCI。很多人可能對甲骨文的印象還停留在賣數據庫軟件的老公司，但過去2年，甲骨文正在經歷一場徹底的轉型。2025年9月，
甲骨文和 OpenAI 簽了一份5年3000億美元的合同。OpenAI 要用甲骨文的雲基礎設施來訓練和部署大模型。3000億美元是什麼概念？這相當於甲骨文未來5年營收的1半以上。這一份合同就鎖定了甲骨文未來5年的增長。而且這還不是全部。甲骨文公布的數據顯示，截至2025年第2季度，公司的剩餘履約義務達到5230億美元，同比增長438%。這5230億美元的合同，絕大部分來自雲基礎設施業務。這意味着甲骨文未來幾年的營收增長幾乎是鎖定的。更瘋狂的是甲骨文給出的增長預測。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的營收2026財年預計達到180億美元，增長77%。然後是320億、730億、1140億 Core Cloud 2030財年達到1440億美元。如果這個預測兌現，甲骨文將從一家年營收500多億美元的軟件公司，變成一家年營收超過2000億美元的雲巨頭。而且甲骨文的雲業務有一個獨特優勢，它的客戶主要是大型企業，尤其是金融、醫療、政府部門這些對數據安全和合規性要求極高的行業。這些客戶一旦遷移到甲骨文的雲平台，切換成本極高，粘性極強。甲骨文第2季度財報顯示，雲基礎設施業務同比增長68%，其中 GPU 相關營收增長177%。這說明企業客戶正在加速遷移 AI 工作負載。所以甲骨文融資500億美元不是因為缺錢，而是因為需求太大，供不應求。甲骨文 CEO Safra Catz 在財報電話會上說得很直白，我們現在的供給滿足不了需求，我們甚至在推遲一些客戶的訂單，因為產能不夠。這種情況下，甲骨文加大投資，建更多數據中心，不是風險，是機會。但市場的反應是什麼？甲骨文的信用違約掉期，價格飆升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。評級機構穆迪和標普都發出警告，說甲骨文的債務槓桿可能會超過4倍，有被降級到垃圾級的風險。這就是市場的短視。大家只看到甲骨文借了500億美元，卻沒看到這500億美元背後是5230億美元的已簽合同。現在我們把3家公司放在一起看，谷歌1850億美元，亞馬遜2000億美元，甲骨文500億美元，3家加起來超過4000億美元。整個科技行業2026年預計在 AI 上投入5000億美元。市場的恐慌核心是一個問題，這些投資什麼時候能賺回來？如果 AI 需求沒有預期那麼大，這些數據中心會不會變成爛尾樓？這個擔憂不是沒有道理。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就是因為大家瘋狂投資光纖網絡，結果需求沒起來，一堆公司倒閉。但2026年的雲投資和2000年的光纖投資有3個本質區別。第一，需求已經確認。2000年的時候，沒人知道互聯網會不會普及，會不會有人在網上買東西。但2026年的雲需求已經實實在在地體現在財報裡了。谷歌雲增長48%，AWS 增長24%，甲骨文的雲業務增長68%。這些不是預測，是已經發生的事實。第二，客戶已經簽約，甲骨文有5230億美元的合同在手。谷歌和亞馬遜雖然沒公布具體數字，但從他們敢砸這麼多錢來看，顯然也有大量長期合同背書。2000年的光纖公司根本沒有這種合同鎖定。第三，競爭格局清晰。2000年的時候，有幾百家公司在做光纖網絡，最後能活下來的寥寥無幾。但2026年的雲市場，只有5家公司有能力玩這個遊戲：亞馬遜、微軟、谷歌、甲骨文，加上一個阿里雲。進入壁壘極高，不是誰都能建數據中心，買得起幾萬張 GPU 的。所以市場把這波投資類比成互聯網泡沫，是一個巨大的誤判。但我也不是說這些投資完全沒有風險，風險肯定有，而且不小。第一個風險，需求增速放緩。雖然現在雲業務增長很快，但如果未來某個季度企業客戶的 AI 支出突然降下來，這些已經建好的數據中心利用率不足，就會變成負擔。但這個風險有多大？我認為不大，因為 AI 的應用場景還在快速擴展。現在企業用 AI 主要是客服、內容生成、代碼輔助，但未來 AI 會滲透到銷售、運營、供應鏈、研發，幾乎每個環節。這個需求是遞增的，不是遞減的。
第二個風險，競爭加劇導致價格戰。如果5家雲巨頭都在瘋狂建數據中心，可能會出現供大於求，然後大家開始打價格戰，利潤率下降。這個風險更現實一些，但你要看到，雲服務的價格戰和傳統製造業的價格戰不一樣。雲服務有規模效應，誰的規模大，誰的成本就低，誰就能在價格戰中活下來。亞馬遜、谷歌、微軟都是萬億市值的公司，他們有能力打持久戰，反而是那些中小雲廠商可能會被洗出去。第三個風險，技術路線變化。如果未來出現某種新技術，讓現有的 GPU 和數據中心架構過時，這些投資就打水漂了。這個風險最低，因為 GPU 和數據中心是通用基礎設施，不管 AI 模型怎麼變，都需要算力和存儲。除非人類發明了量子計算機或者某種革命性的計算方式，否則這些投資不會過時，而量子計算至少還需要10年。所以綜合來看，這些投資的風險遠遠低於市場定價的恐慌程度。那為什麼市場會如此恐慌？核心原因是投資者的時間偏好。機構投資者，尤其是對冲基金和量化基金，他們的業績是按季度、按年度考核的。如果一家公司這個季度利潤下降，股價就會跌，基金的淨值就會跌，客戶可能會贖回。所以這些基金經理只能關注短期業績。谷歌、亞馬遜砸幾千億美元，短期利潤肯定會受影響，那就賣出，換到那些短期能賺錢的股票，比如國防軍工。但長期投資者，比如巴菲特、芒格這種價值投資者，他們看的是5年、10年後的價值。他們會問：5年後誰會主導雲市場？誰會從 AI 浪潮中受益最多？答案顯然是那些現在砸重金建基礎設施的公司。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市場在犯錯。歷史上有個非常好的案例，就是亞馬遜。2000年到2010年，亞馬遜連續10年不賺錢，或者只賺很少的錢。為什麼？因為貝索斯把所有利潤都投回去了，建倉庫、建物流網絡、開發 AWS。市場當時怎麼看亞馬遜？很多分析師罵貝索斯是瘋子，說他永遠不會盈利，說亞馬遜是一個龐氏騙局。結果呢？2010年之後，亞馬遜的規模效應起來了，利潤開始暴漲。2015年開始 ，AWS 成為全球最賺錢的雲業務。2020年，亞馬遜的淨利潤達到213億美元。如果你在2005年買入亞馬遜，當時股價大約40美元，現在亞馬遜股價180美元左右，10幾年漲了4倍多。而那些當年罵貝索斯的分析師，現在都不知道在哪裡。谷歌、亞馬遜、甲骨文現在做的事情和貝索斯當年做的事情本質上一模一樣，犧牲短期利潤換取長期競爭優勢。區別只是貝索斯當年建的是倉庫和物流網絡，現在這些公司建的是數據中心和 AI 基礎設施。但市場的反應和當年一模一樣，恐慌、拋售、質疑。回到最開始的問題，科技股到底能不能買？我的答案是，不僅能買，而且現在可能是過去2年最好的買入時機。原因有3個。第一，估值已經回調，納斯達克年初至今跌了 3%， 很多科技股跌幅更大。亞馬遜單周跌了 14%， 谷歌也跌了 5%。這種跌幅已經計入了很多悲觀預期。第二，基本面沒有惡化，谷歌雲增長 48%，AWS 增長 24%， 甲骨文雲業務增長 68%， 這些數字說明需求依然旺盛，而且在加速。短期利潤下降是因為投資加大，不是因為業務出問題。第三，競爭格局在往有利於這些巨頭的方向發展，中小雲廠商根本玩不起這種幾千億美元的投資遊戲。最後能活下来的只有那些有錢、有技術、有客戶的巨頭，而這些巨頭的護城河會越來越寬。當然，我不是說所有科技股都值得買，有些公司，比如那些沒有雲業務或者雲業務增長停滯的公司，可能真的有問題。但谷歌、亞馬遜、甲骨文，我認為是被市場嚴重低估了。尤其是甲骨文，這家公司有5230億美元的合同在手，雲業務增速 68%， 但市場卻因為它要融資500億美元而恐慌。這種恐慌給了長期投資者一個絕佳的買入機會。最後總結一下今天的核心觀點：2026年開年的5周裡，市場認為科技股在瘋狂燒錢，國防股有政府訂單兜底。但我的觀點恰恰相反，科技巨頭現在砸的幾千億美元，不是盲目燒錢，而是在建立長期競爭優勢。
谷歌要守住雲市場老三的位置，亞馬遜要保住老大的位置，甲骨文要完成從軟件公司到雲巨頭的轉型。這些投資有明確的需求支撐，有已簽合同背書，有清晰的競爭格局，風險遠遠低於市場定價的恐慌程度。而國防軍工股雖然短期有政府訂單支撐，但長期增長的天花板在哪裡？政府預算不可能無限增長，而雲服務市場理論上是沒有天花板的。歷史會證明，那些在市場恐慌時敢於買入的人會獲得豐厚的回報。科技股到底能不能買？我的答案是，不僅能買，而且應該買。但前提是你要有長期視角，要能忍受短期波動，要相信這些公司的管理層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，希望大家在投資領域裡保留些理性的思考。如果你覺得有收穫，還請點讚、訂閱、轉發，我們下期見。